1990年出生的李渔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人，父母务农，家中还有姐姐和弟弟。他高中没读完就辍学在家。百无聊赖之际，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第一个男友，湖南人成功。19岁那年，她怀上了成功的孩子，但成功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玩消失，她只得含恨生下小孩，然后把小孩留在家中让父母带，只身前往深圳打工。她先后在服装厂、电子厂工作过，基本只能维持温饱水平。令她欣慰的是，2010年她在深圳遇到了自己的真爱，在一家大型网吧当网管的刘闯。刘闯比李渔还要小2岁，是广东省五华县人，擅长网络和计算机。他很喜欢经常来网吧上网的李渔，开始追他。可是在感情上的伤痕累累的李渔拒绝了刘闯。他直言不讳地对刘闯说，你别看我只比你大2岁，可我有着不堪的过去，我是一个未婚妈妈，你还敢喜欢我吗？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刘闯并没有计较他的过去，他不仅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知难而退，还真诚地说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过去，我都喜欢你。面对这么痴情的男孩，李渔很感动，最终投入到刘闯的怀抱。他和刘闯一直未办结婚手续，但同居在一起，以夫妻相称。2012年11月，刘闯所在网吧效益不好，他失业了。恰在此时，李渔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，两人的立场有些不一致。李渔一直为自己认识刘闯之前是未婚妈妈而自卑，现在他极想生下这个属于刘闯的孩子。做了父亲的刘闯当然也很兴奋，可是随着李渔因孕吐严重辞职在家养胎，他又犹豫了，感觉在消费水平很高的深圳养一个孩子的压力非同小可。此时的李渔也不再是几年前的无知少女了，她也深知家里养个小孩经济压力重，经过斟酌，她决定去医院做人流。但是在医院一做 B 超，她才知道自己竟然怀的是双胞胎。这个消息让两个人都特别惊喜，他们一致决定生下宝贝们。想到深圳消费太高，老家的消费较低，刘闯带着李渔来到老家五华县养胎。两人既要养活自己，还要养活2个孩子，铺天盖地的生存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。这时李渔说，我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了一个老乡，网名叫小辉，我对他不感冒，但他对我很依恋，总是跟我聊天。目前他还不知道我有男友，如果我假装喜欢他，跟他在一起，不就能理直气壮地让他出钱了吗？对于女友这个脑袋一拍得出的妙计，刘闯第一个反应当然是不情愿，因为要想让小辉认可李渔肚子里的小孩，那李渔必然要与小辉发生性关系才行。哪个男人愿意自己的女朋友跟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呢？但是对亲生骨肉的父爱慢慢浇灭了他的妒火，他最终默认了李渔的方案，心想反正孩子是我的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我的孩子早已捷足先登了，别的男人再忙活那也是枉然。两人商定之后，2012年12月，李渔放心大胆地把小辉约到了五华县。原来小辉的真名叫梁耀转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人，比李渔大10岁。性格内向又不善言辞的他，很喜欢微信聊天和 QQ 聊天。因为同是广西老乡，在风土人情和饮食习惯上颇有话题，他很快把 QQ 名为浓情的李渔当成知己。期间他不知李渔为什么对他一度有些冷淡，但令他高兴的是，12月底他意外地接到了李渔的邀约，
相约在广东省五华县见面。他高兴不已，请了几天假，坐车赶到广东省五华县，见到了李渔。在李渔的引导下，两人见面当天就在五华县西河宾馆开房发生了关系。从没谈过恋爱的梁耀转，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孩，主动投怀送抱，主动向自己表白非你不嫁，心中的狂喜难以抑制。短暂的相聚后，梁耀转要回去上班了。分开之前，他对李渔依依不舍。两人见面后不久，李渔就给梁耀转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一个让他又惊又喜的消息：我怀上你的孩子了，是双胞胎。梁耀转深信不疑，将女朋友怀孕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父母和姐姐弟弟。他将全部感情都倾注到李渔身上，全心全意地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。而李渔也理直气壮地教育起了梁耀转：有了孩子，将来有的是用钱的地方，以后不许你乱花钱了，工资都要打到我的银行卡上，由我保管。梁耀转认为女人想管钱也属正常，他每月的工资加奖金有几千块钱，加上厂里包吃包住，除了一些必要开支，他基本把全部工资奖金都打到了李渔的银行卡上，以至于他都能将李渔的银行账号倒背如流。梁耀转很牵挂李渔和他肚子里的双胞胎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请假来到五华县看望李渔。在梁耀转第二次见李渔时，刘闯就被李渔以亲哥哥的名义介绍给了梁耀转。刘耀转对刘闯的大舅哥的身份深信不疑。为了方便照顾妻儿，梁耀转还辞去了广西的工作，在离五华县较近的东莞找了一份服装配饰厂的工作。刘闯是个有上进心的男孩，他很想为自己的孩子们尽一份力，也很快在五华县找了一份网管的工作，收入还不错。2013年5月，三人共同在五华县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21厅的房子。平时刘闯和李渔住一间屋，周末梁耀转从东莞回来之前，刘闯会识趣地搬回自己房间。就这样，三人住在同一屋檐下，竟奇迹般的相安无事。每一次见面，李渔都会想着法子让梁耀转多拿出点钱来照顾自己肚子里的孩子。刘闯也板起脸教训梁耀转：平时我会照顾好我妹妹，但你也要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，平时不要抽烟打牌乱花钱。梁耀转自然连声答应。2013年6月26号，李渔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高高隆起的肚子让她行动非常不便。为了生孩子方便，她想换个环境好点的地方住。梁耀转二话没说，就把她物色到五华县另外一处2室1厅。梁耀转体贴地对李渔说：这儿很安静，适合保胎，并且离妇幼保健院很近，要生孩子的时候打车10分钟就能到。然后梁耀转还挑选了一张新床，在刘闯的协助下汗流浃背地扛到6楼，并添置了所有的生活用具。在这个2室1厅，依旧是三人同住一个屋檐的状态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梁耀转已经陆续汇到李渔银行卡上近6万块钱，大大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危机。现在刘闯已有不错的固定收入，而且五华县城各方面的消费水平要比深圳低得多，房租800元左右就可搞定，一些小型幼儿园1个月的学费也不过700-800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其实不需要梁耀转的资助了。于是李渔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向梁耀转摊牌。他天真的认为梁耀转资助过他们，而他也跟梁耀转发生了关系，基本上可以相抵了，大不了再退他一点钱拉倒。6月28号下午，梁耀转从东莞回来了，刘闯便回到网吧上夜班。刘闯在网上一直跟李渔聊天到凌晨。
两人猜测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时，刘闯憧憬地说：如果是龙凤胎，我就让哥哥保护妹妹；如果是2个女孩，我就把她俩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他们从小就学习音乐和舞蹈，成为人见人爱的小精灵。一开始李渔还有回复，最后他不再回复。刘闯以为他睡着了，也就不以为意。可是6月29号早上11点，刘闯下班后回到家敲门，却没有人应。随后他骑着摩托车到处去找李渔，也没找到。直到6月30号早上，刘闯下班后再次回到出租屋，敲门发现还是没有人开，而门口的电表在转动。站在门外能闻到一阵腥臭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打了个寒战。他像疾风一样冲到附近杂货铺，买了5条钢锯片，在一名同事的协助下，一番折腾之后破门而入。只见李渔双手平摊仰躺在床上，脸色乌紫，圆睁的两眼竟然流出了2道血迹，血迹一直从眼睛流到了耳边和床单上，鼻子里也有血水溢出。刘闯见状心如刀割，万念俱灰，他放声痛哭，连喊了几声老婆老婆。可是此时的李渔再也回不来了，刘闯只得边哭边拨打报警电话。经法医解剖鉴定，被害人系被捂口鼻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，死亡时间约在6月29号凌晨左右。被害人腹部隆起，子宫增大，胎儿约8个月大，其中一名胎儿胎死腹中，另一名胎儿在解剖过程中排出体外。取第一个胎儿的软肋骨和第2个胎儿的软肋骨进行基因检验，检材所检出的基因分型一致，均与死者和刘闯所检出的基因分型符合亲生关系。警方经过侦查发现，案发现场并无打斗痕迹，怀疑是熟人作案。警方据此最终将嫌疑目标锁定在了梁耀转的身上。7月9号，跑回老家的梁耀转也自知法网难逃，索性主动来到广西柳江县公安局投案自首，供认了其杀害李渔的事实经过。原来28号晚上，他与李渔躺在床上聊天时，李渔不停地用手机聊 QQ。 梁耀转谈到等小孩出生以后，他马上就接着回老家办酒，正式结婚。但他一讲到这个话题，李渔就表现出极度的反感，还和他吵了一架。李渔可能有些不甘心，打算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最后一笔钱，便开始讲生产的费用如何贵，让他再打给他1万元作为生产费用。可是梁耀转表示现在没有钱了，明天再找亲戚借点钱打给他。李渔一听他连这点钱也没有了，感觉他已没有了任何价值，干脆现在就跟他摊牌算了，便无情地说：其实吧，跟你说句实话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以后不要再提结婚办酒的话了，也不要纠缠我，明天你就搬走吧。梁耀转一听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猛然醒悟过来之后，顿觉天旋地转，怒火朝天，他疯了一样痛打了李渔一顿。李渔一边躲一边说：大不了我们赔你点钱，我是个孕妇，如果你再敢打我，我就喊我哥哥过来砍你了。梁耀转一气之下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他扑向李渔，双手死死地卡住他的颈部，直到他晕死过去。停下手后，梁耀转发现对方还有呼吸，再次拿起了床上的被子，死死捂住了李渔嘴巴和鼻子，直到他完全断气。在意识到自己杀了人之后，梁耀转把自己的电话卡折断，取出手机里的内存卡丢到出租房内，然后拿了房间钥匙和李渔的手机，锁好门，并将钥匙丢到路边的树底下离开现场。2014年1月14号，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。
在法庭上，梁耀转的辩护律师涂发友认为，梁耀转具有法定减轻或酌定减轻情节，因为被害人与刘闯一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所怀双胞胎经鉴定确为被害人和刘闯的，却还在网上诱骗梁耀转，骗取他的钱财。在法庭上，梁耀转能熟练地背出李鱼的银行卡账号，这一方面说明他多次给李鱼的账号打钱，一方面也说明被害人一方也有过错。梁耀转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比较轻，请求对梁耀转减轻处罚。梅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梁耀转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一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虽被害人也有过错，但被害人孕有双胞胎，梁耀转的犯罪行为致使3条性命丧失，后果特别严重，判处死缓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。